这次试验的成功说明，无论美国、日本还是韩国，部署在第一岛链以内的所有大型飞机，在解放军面前都已经无处可藏、无处可逃。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面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解放军精确地击毁了一架预警机的模型，日本应该掂量了。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的遥感卫星在新疆沙漠地区拍到了一幅头像，在一圈卡车战斗机靶标的正中有一个大型的残骸，已经烧成了黑色。而在2个月之前呢，行星实验室公司在这个地方拍到的是一架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E767 预警机模型。可以想象这个位置的2张卫星对比的头像会给日本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解放军实验部队不仅仅是摧毁了这一架767的模型，更重要的是打击非常精准，周围摆放的其他靶标几乎毫发无损，以至于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前参谋长盐田清文怀疑这个预警机的模型是不是被精确制导弹药所击毁，还是点火烧掉的。从解放军所拥有的打击手段来看呢，末制导弹道导弹或者是远程的巡航导弹都可以用来执行这一类的精确打击任务。E767 预警机有很强的雷达反射特征用弹头上的雷达发现它并不难，困难在于在导弹高速飞行的过程中，如何准确地把雷达反射信号提取出来，然后和制导系统联动，实现导航控制和精准命中。E767虽然是个大目标，但是与航空母舰相比反射面积还是要小得多，要能够把它完全击毁却不伤及周围的其他靶标呢，难度还是很大的。我们推测我们的国防科研部门这次采用了成像雷达制导技术。一般来说不管什么样的目标，在雷达上都是一个光点，反射信号越强，光点的亮度就越大。大型预警机是个大光点，战斗机这样的小型目标在雷达屏幕上就是一个小光点。雷达的这种工作模式给电子欺骗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对方通过电子假目标或者是投放铝箔条这一类的手段，就可以制造出非常明亮的假反射目标。如果大型飞机停在机场上呢，也可以在它周边的地面设置角反射器，形成强烈的回波来保护大型飞机。但是成像雷达可以用电磁波把地面上的状况准确地描绘出来，能够精确地分辨出哪个信号是真飞机，哪个信号是假目标。那再加上人工智能的应用至少在机场这么开阔的场所，对方的各种飞机目标就无所遁形了。所以卫星照片判读专家杰弗里·刘易斯表示，我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这是一次某种弹道导弹的实验。这次试验的成功说明，无论美国、日本还是韩国，部署在第一岛链以内的所有大型飞机，在解放军面前都已经无处可藏、无处可逃。就算他躲到民用机场上去，解放军也可以用导弹实施精准的点名，而不会有附带的杀伤。美军部署在第一岛链周边的大型作战支援飞机，除了波音767预警机之外，还有众多的运输机、加油机、电子侦察机、海上反潜巡逻机等等大型机。这些飞机的尺寸都和波音767很相似，外观特征很是明显。从靶场的卫星照片看，解放军很可能只打了1发就击毁了这个靶标，这意味着一旦有必要，解放军可能只需要发射少量的导弹，就可以让美日军队的所有大型作战支援飞机清零。现代空军作战没有这些作战支援飞机的保障，战斗力立马归零，而且这些大飞机都是价值连城那可比战斗机贵多了。单纯从价值上论的话，这些资产的损失就是美日不可承受之痛。解放军的这一次成功实验对日本造成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美军还拥有关岛、夏威夷这些第二岛链的机场必要的时候它可以把高价值的大型飞机临时后撤日本的预警机或者是海上巡逻机往哪里逃？如果日本还想继续紧抱美国的大腿，充当反华马前卒，那么他们就必须考虑日本到底有多少军事资源可供消耗，在解放军的精确打击之下，日本能够支撑多久？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